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林。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小小的预告过了，会跟大家分享6个步骤，手把手的来教大家来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胶囊衣橱。这个胶囊衣橱的一个底层思路呢，是完全可以去运用到1年4季里边，而且学会了之后呢，你再也不用担心每次要出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衣柜没有衣服穿。首先，第一个步骤，明确你自己的一个穿衣风格和适用的场景。那现在大概自己回想一下，1周7天里面，你穿什么类型的服装是最多的，以及你平常最经常出门去到的场景地方有哪一些？可能就分2种，一种呢是有通勤需求的人，周末也会出去跟朋友见见面啊，逛逛街啊，或者大家会安排一些个什么户外活动啊、运动场景啊类似的。又或者是呢，不管你是全职妈妈，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然后你更多的时间是面对自己，属于一个比较休闲轻松的状态，那么这2者他们所适用的胶囊衣橱的类型单品就会完全不一样。那大家呢就可以根据你自己1周或者是你1个月出席的场合，用一个圆盘百分比来划分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衣服类型的分类。好，接下来第2步就是要确定自己的颜色。那其实呢，构建胶囊衣橱除了款式比较关键之外呢，那颜色的规划呢也是一大痛点。很多时候并不是说这2个款式搭配不到一起，但可能就是因为我买这个的时候觉得哇这绿色好好看，然后在买另外这一件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红色好好看，但这2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呢就不是那么的和谐，所以需要的呢是要确定一下属于自己的基础色和辅助色。那基础色的原理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个材料是每一道菜都能够见到的，那它可适配的场景就很多，利用率也会非常的高，这个就是基础色的一个存在的意义。那辅助色呢，就相当于是点缀了，可能我会用到这个类型的菜上面，我会用它，但是呢，到了另外一个风格的菜系呢，我可能就不会用到它了，就看你自己平常的一个穿搭风格以及需求了。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2个方向的基础色，一个呢就是灰色，灰色它非常的好搭，而且放在任何类型的单品上，灰色它都是成立的。不同程度的灰它可以做顺色搭配，而且灰色呢可以去配粉色、蓝色、米色、驼色、黑色，什么颜色都可以。那还有第2个大类项的基础色呢，就是驼色。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人想要穿出显贵的气质感的话，驼色是会比黑色更好进行驾驭的，因为很多单品它其实做到黑色的上面呢，会显得比较的廉价，所以我个人是会更倾向把灰色和米驼色这一类型的温柔系的颜色作为我的一个基础色，然后呢辅助色我就会去用一些可能饱和度比较高，然后比较跳跃一点点的。我大概捋一捋思路之后呢，你可能回去看看自己的衣柜，平常穿的最多的，脑子都不用想的，直接拿出来穿的颜色是哪一个呢？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跟大家分享。那通过前面2个步骤呢，我们是确定好了平常会去的场合、场景、衣服类型的一个分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确定好了大致的颜色走向。接下来第3点呢，也是构建胶囊衣橱最关键的一点，你需要去列出具体的单品以及数量的分配，可以根据这一套你给自己规定下来的单品数量以及分类来进行衣柜的查缺补漏，这样也可以很好的去避免你去买重复的单品，又或者是有一些单品你根本就不会穿它，但是你还是买回来放在衣柜里面吃灰。那这一步的话呢，先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春夏的我对衣柜的一个整体的思路走向吧。那等到秋冬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再过一遍我秋冬的一个选品的思路。首先春季的话呢，不能完全割舍掉的一部分就是外套。外套的话，对于我来讲有3个大类，就是这种夹克类型以及西装外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风衣。那大家呢也不一定说是非要这3种都有，可以根据你自己平常更喜欢穿的类型。那比如说可能对于我来讲，风衣呢就会稍微少一点点，那我更多的类型就是会放
放在西装或者是夹克上面。那同样的，选这2个单品呢，也要去考虑到你自己这个基础色和辅助色，然后进行选择。那像比如说西装的话，我个人就是会去选择一件黑色的西装，正式的场合可以用，平常休闲也可以穿。还有呢，就是这种米色的西装，它在春天的时候去搭配一些个比较温柔的裙子啊什么的，都会非常的出彩。夹克的话呢，也是我个人穿的比较多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强调我们的身材比例。还是一句话，按照你个人平常的一个穿衣习惯，包括你的一个夏装的类别，去选择对应的你更喜欢、更好穿的一些个外套。那内搭的话呢，我是推荐4个类型的单品。首先一个就是这种长袖 T 恤，它不管是去跟接下来我会说的可以单穿的单品，比如说那种套头卫衣去进行叠搭，又或者是它直接单穿，外面去配上马甲，这种点缀类型的单品都会很好看。还有一个就是短袖 T 恤，短袖 T 恤就是夏天的一个必备了，不管是单穿，把它当成一个内搭来穿也是可以的。那短袖 T 恤的话呢，我会更建议大家去像我这样去选择一个 crop top 的版本。那像之前跟大家做穿搭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人注意到，基本上我内搭的这种黑色、白色的短袖 T 恤呢，你不管是去跟夹克或者是西装还有风衣这类型的单品去搭配在一起，敞开来穿的时候，它就会很显你的一个比例。那接下来呢，最后第4个内搭的神器就是这种背心类了。那背心类呢，我只推荐说你如果能够接受把背心单穿的人去入手，如果你还是能选到这种自带 bra 的背心的话，在夏天呢，它也可以当成一个内衣的一个存在。所以呢，这种类型的单品是我觉得属于胶囊衣橱必备的吧。接下来就是这种可以单穿的上衣，比如说衬衫啊，或者是卫衣。基本上卫衣的款式呢，我建议大家往偏 oversize 方面去选。一个是它本来就是走这种休闲的风格，然后穿起来会更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里面再去套短袖或者是背心的时候呢，都会更有富余的空间。接下来呢，就是衬衫。衬衫这个类别我为什么没有放在内搭那一栏？没有受到纸片人又或者是衬衫的整个剪裁是那么的优秀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有那种累赘感，然后会让你整个人比较的膨胀。它去当一个小防晒开衫啊，然后或者是它可以直接单穿，它都会比把它塞到马甲背心里面当内搭的产品来讲更优秀。接下来最后呢，夏装的部分，基本上我会比较推荐的一条很百搭的白色裤子，有点设计感的裤子。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型去选择，比如说像我的话呢，我会在春夏天的时候更倾向于去穿这种气球裤，整体的裤子呢比较肥肥宽宽一点，然后在脚腕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非常利落的切割，能够把我脚脖子最细的地方露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型去凸显你自己身材优势。我觉得整个构建胶囊衣橱里面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最繁琐的一步，去明确你想要什么样类型的单品，然后每个单品呢你大概分至几件或者是几个数量。第4步呢，根据你刚刚列出来的这一张表格吧，去筛选还有清理你衣橱里面现在基本上你不穿的单品。还有一个判定标准呢，就是你可能有一件这样子的衣服啊，但是呢，你要为了搭配它，你可能得去重新买裤子啊，或者是包包啊，或者配饰啊来去配它。那这样的衣服呢，你就也可以直接给它要么捐了，要么卖二手。那除此之外呢，你剃完这一部分的衣服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衣柜松快了很多。然后接下来你如果看中的想要买的单品呢，就可以根据刚刚列出来的那几个条件，如果都能符合呢，那它就是一个可以买，可以跟你衣柜里与之搭配的单品。然后你买回来呢，也会比较经常穿它，让它物有所值。这就是我平常思考穿搭的一个方式。那即便是有的人衣柜里面都快塞满塞爆了，但是呢，他平常还是不知道穿什么，并不在于衣柜里面的单品多还是少，更在于的是你的一个思路。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构建胶囊衣橱的一个底层思想，并且跟大家总结出来了6个我觉得是可以跟着做的步骤。那如果想看我的胶囊衣橱或者是我的选品的话呢，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改天呢会跟大家仔细来聊一聊，我觉得哪一些是属于我的胶囊衣橱里的单品，然后为什么
呢，我会选择他们。希望今天这一期纯干货的视频呢，你还能够有一点点收获。那一定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再一次感谢你的收看，我是A0，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